，MSG 回来了 ，MSG 回来了 ，MSG 回来了！亲爱的各位玩家们，大家期待已久的 MSG 大事件，它终于回来了！有了它，你将拥有海拉鲁最 bug 的武器；有了它，你将杀怪如切菜；有了它，你将成为真正的老流氓！快把这个视频看完吧！大家好，我是小马。众所周知啊 ，MSG 大事件是游戏刚开始序章里的大事件，在 1.1 以及之前的版本里呢，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获得它，这也是每个玩家心目中的神级武器，因为它不仅永久不会坏，而且呢还可以随时复制、余料、附魔和继承。如此呢，我们就可以打造出永远不会坏的刀刀暴击的神级武器了。那附魔后的 MSG 呢，简直和旷野之息里的十连光弓一样，哪怕是小白玩家拿着它，也能打怪如切菜，横扫海拉鲁。但是遗憾的是啊，这个 bug 早在 1.12 版本更新的时候就被修复了。于是接下来的1年里呀，许多玩家都在不断的寻找新版本获得 MSG 大事件的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塞尔达玩家们对各类 bug 的不断探索，最终呢，它回来了。这几位国外的玩家率先找到了 1.21 版本里获得 MSG 的方法，并且这里也特别感谢于大和龙哥。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就来分享一下我们如何在新版本里获得 MSG 大事件。开始前呢，我还是要先介绍一下卡 MSG 大事件的一个关键 bug， 就是我们上个视频里分享的 SLD 存读继承。这个 bug 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丢弃武器，装备另一把，加再丢弃读档就可以完成继承了。我们在 1.11 以及之前的版本里，我们只需要通过余料建造神庙，加存读继承一个武器到地底，然后再从地底加继承 MSG 大事件到余料建造神庙，如此呢，我们就拿到了。关于这方面内容呢，大家可以翻看我之前的这个视频。然而呢，在 1.21 版本里，我们则需要准备更多的操作流程，整个过程呢相对繁琐一些，但整体呢还是很好理解的。简单概括的话，它和之前的逻辑是一样的，我们一样需要先继承武器到地底，然后呢再从地底透过 SLD 存读继承的方法把 MSG 大事件给拿回来。只不过我们需要为了这个 SLD 存读继承的动作要准备更多的内容。本视频里用到的 bug 呀，其实之前呢我都已经分享过了，对于老粉丝来说呢可能很好理解，但是为了照顾新玩家的感受呢，这个视频呢我将尽可能详细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紧跟我的步骤，我们一起来拿这个传说中的 MSG 大事件。第一步，标注位置，我们需要来到地图的这个位置，它的坐标是00000085。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坐标上标注一个星星。我们在地底的同个坐标呢，也标注一个小心心，然后我们再放置一个大提示，这样方便我们等一下过来。我们传送到地底附近，我们走到地底的00000085的这个坐标位置。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放置一个传送标记器。第二步，触发自动存档，我们传送到余料建造神庙，获得一个自动存档。如果是你没有获得自动存档呢，请点个火堆休息一下，获得一个自动存档。请大家记着这个自动存档。第三步，触发地下存档，我们重开游戏，然后呢，我们一直快速往下走，等到下面这个楼梯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手动保存一个存档。由于手动存档我们给了地底，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跟随视频一起做自动存档，以避免数据丢失。第四步，SLD 存读继承一个武器到地底，我们读取余料建造神庙的自动存档。关于 SLD 存读继承的内容，在上个视频里我已经详细介绍过了。想了解详细的玩家呢，请参考我的上个视频。这里呢，我只介绍具体操作。我们丢弃一个装备中的盾，切记是装备中的盾。
我们骑上米涅鲁，调出鱼料引线。我们先后按 Y 和十字左键，时间间隔为 0.3 秒。成功之后呢，盾会变成一个小绿点，松开后盾会被拉过来掉在地上。这个过程呢叫米涅鲁纠缠。我们捡起盾，然后拿出一个操纵杆，并调出鱼料引线。我们任意走动，等待米涅鲁消失。米涅鲁的消失呢，会带动盾的消失。我们需要在盾消失前按 ZL 鱼料建造。这里建议以米涅鲁变成球作为参考。成功之后呢，操纵杆会被拉过来；失败的话呢，则需要重新卡米涅鲁纠缠。操纵杆被拉过来之后，我们操纵它，然后呢，我们切换一下盾，并立即按 B 取消，防止盾地。如此呢，我们就获得了一个缠杆。这里我们骑一下米涅鲁，解锁一下林克的技能。我们把缠杆呢移绕到盾上，此时这个盾叫做缠杆盾。我们进入鱼料建造神庙，我们拿一个石头过来，把这个宝箱也拿过来垫脚。我们让林克站上去，我们丢弃要继承的任意武器，并装备另一把，切换盾栏，丢弃缠杆盾，并装备另外一个，快速按加，然后丢弃当前武器，读取地下的手动存档。继承成功。到这里，如果是你失败的话呢，你只需要从第4步重新读取鱼料建造神庙的存档，然后重来即可。继承成功之后，我们手动保存一下地下存档。第5步，继承一个盾到地底。我们先读取最新的鱼料建造神庙里的自动存档。然后呢，我们传送到阿卡莱城堡遗迹这里。我们休息一下，获得一个自动存档。我们利用 FSE 使用武器鱼料纠缠一个盾。关于这方面的视频呢，请参考我之前的这个视频。我们使用究极手放置一个盾到剔除区，站位如视频所示。我们把技能调到鱼料引线上，然后呢，我们查看跳过一个回忆。接下来，我们右手疯狂按 Y， 左手按减号退出界面，这是为了在退出后第一时间按 Y 鱼料。退出后，我们推动摇杆向前，并把技能调到地图上。进入地图后，我们进入背包，丢弃当前武器，并装备另外一把没有鱼料的武器。成功！成功之后，盾会被拉过来，并且呢，武器上也带有一个盾，但是不会在林克的背上显示出来。这里如果是你失败了，重新尝试就好了。如果是失败了很多次，浪费了很多盾或者是武器呢，那就直接读取刚刚阿卡莱的自动存档就好了。鱼料纠缠成功之后呢，我们传送到哈特诺村。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找莱克卡操纵杆走私。我们需要先把处于纠缠状态下的盾和武器放在地上，如果是有装备弓的话呢，也需要卸载掉。然后呢，我们放置一个操纵杆，站位如视频所示。等一下呢，莱克会露出蛋蛋，抖动5下，1、2、3、4、5，按1操纵。成功之后呢，林克会被吞进去，不会被吐出来。关于这方面操作的详细说明，请参考我之前发的这个视频。成功之后呢，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等莱克下一轮的攻击。OK， 林克刷新出来了。
我们先放置一个操纵杆操纵一下，解锁一下林克的技能。我们捡取地上的武器和盾，然后呢，我们通天术上来。上来之后，我们任意走动，林克会进入隐藏状态。当林克隐藏之后，我们按十字键右键丢弃当前处于纠缠状态的武器，并装备另外一把武器。然后呢，我们放置一个操纵杆，我们查看跳过回忆，并快速按 A 操纵以取消隐藏。此时呢，你将看到林克拿了一个空气盾。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跑远一点。然后呢，我们再回来。我们回到井里找莱克。这里呢，我们只需要让莱克直接把我们吃掉就好了。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让莱克吃掉林克身上的武器。如果是他提示吃掉的是盾，那就再让他吃一遍。吃完之后呢，我们回到地面。我们找一堵墙，我们背对墙壁，我们按十字键左键按 X 丢弃当前的空气盾，然后呢，我们再按十字键右键切换一个武器。OK， 成功，一样是读取阿卡莱的自动存档重来。接下来我们传送到余料建造神庙，我们进入神庙。找到我们上一步继承武器的这个位置，我们拿出装备中的盾，我们把盾举高高，大概位置如视频所示。我们启动倒转乾坤，然后读弟弟的手动存档。如果是不出意外，你将成功的把这个盾牌给带过去。我们捡取地上的盾，然后呢，手动保存一下弟弟的存档。第6步，继承缠杆盾到魔王身边。我们先读取最新的自动存档，也就是余料建造神庙的这个自动存档。然后呢，我们传送到阿卡莱遗迹。那不论是不是下雨天呀，我们都需要点一个火堆休息一下。一方面呢，是为了获得自动存档；另一方面呢，休息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天气。最重要的是啊，失败之后我们可以读取这个自动存档重来。那么接下来的步骤啊，跟上一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我这里呢，快速过一遍。如果是细节不懂的呢，你就再看上一步的操作就好了。首先呢，我们使用武器余料纠缠一个盾。我们捡取余料纠缠后的地上的盾和武器，我们传送到哈特诺村。我们卡一个操纵杆走私，
我们通天数上来，隐身后呢，丢弃武器，并装备另外一个。解除隐藏，然后我们跑远一点，再跑回来。我们再次找莱克，让他吃掉我们身上的武器。如果是吃的是盾，我们就重复给他吃，直到出现吃掉武器的提示。我们上来地面，背对墙壁，按十字左键丢弃空气盾，按十字右键切换一个武器，成功。我们传送到空岛这边的倒转乾坤的神庙，注意，这次是倒转乾坤的神庙。我们点个火堆休息一下，获得一个自动存档。我们把装备中的盾丢在地上，然后启动倒转乾坤，读档。这里呢是为了测试是否卡成功。读档之后呢，可以看到盾还在这里，那说明没有问题。如果是有问题呢，那就整个第6步重来。我们先不要管这个盾啊，我们再装备上另外一个盾，然后呢把它丢在地上。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卡米涅鲁纠缠，它的步骤呢跟前面还是一样的啊。我们先后按 Y 和十字右键，间隔为0.3秒，成功。我们调出鱼料引线，我们任意走动，使得米涅鲁消失。当它变成球的瞬间呢，我们按 ZL 鱼料，操纵杆会被拉过来，如此就成功了。我们操纵操纵杆，然后呢切换一个盾牌，并立即按 B 防止遁地，成功。然后呢，我们卸载掉身上的盾，这里很重要，我们要卸载掉身上的盾。然后呢，我们捡取地上的那个处于倒转锁定状态的盾，然后此时呢，它会自动装备上。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盾把地上的这个缠杆给它鱼料上。这里我们骑一下米涅鲁，解锁一下林克的技能。我们进入倒转乾坤神庙，大概在第1个台阶的这个位置。高度大概和视频画面里的高度保持一致即可。然后呢，我们启动倒转乾坤，读取刚刚神庙里边触发的自动存档。读档之后呢，可以看到空中的缠杆盾即为成功。如果是没有呢，你就需要整个重做第6步了。第7步也是比较困难的一步，把林克带到魔王身边，我们传送到阿卡莱遗迹。一样的啊，我们先点个火堆休息一下，获得一个自动存档，也顺便修改一个好天气啊。接下来呢，我们需要 Zago 一个盾牌 ，Zago 就是堆叠。
然后呢，于大管它叫并列装备，就是把盾牌给粘在手上。那么怎么操作呢？我们拿出一个装备中的盾，我们使用米涅鲁纠缠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捡起这个盾。接下来我们需要利用武器制作一个缠杆，我们把操纵杆放到剔除区，并调出引线。我们查看跳过一个回忆，此时呢，右手疯狂按 Y， 左手按减号退出。我们推动摇杆向前，并调出地图。我们丢弃当前武器，并装备另外一把，退出。我们卸掉当前武器，捡取地上的武器。我们操纵杆，然后切换一下武器，并立即按 B 防止蹲地。这里我们骑一下米涅鲁，解锁一下林克的技能，如此我们就获得了一个缠杆。我们把这个缠杆余撂到武器上，此时呢，这就是一个缠杆武器了。接下来是 Zago 的操作，我们调出技能轮盘，调到地图上，松手后我们立即按十字左键丢弃当前盾，然后再快速按十字左键切换另外一个盾。松手后我们立即按住十字键右键丢弃当前装备中的缠杆武器，再快速按住十字键右键装备另外一个武器。松手后呢，我们会进入地图，我们进入背包，丢弃当前盾，退出。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让米涅鲁随便收回一下。我们骑上米涅鲁，任意余撂一个东西到他的背上。OK， 如此我们就完成了 Zago。我们读取一下刚刚在阿卡莱触发的自动存档。OK， 可以看到林克现在手里的盾是有粘手的，那如此呢就是成功的。接下来我们再冷余撂一个操纵杆，我们把操纵杆放入剔除区，并调出余撂引线。我们查看跳过一个回忆，到这里后呢，我们左手疯狂按 ZL， 右手按减号退出界面，这是为了在退出界面后第一时间按 ZL 余撂。我们推动摇杆向前，并调出地图技能进入地图，然后我们再查看跳过一个回忆，然后进入背包，解除当前装备中的盾，退出。成功之后，操纵杆会被拉过来。如果是没有成功呢，我们只需要重新冷余撂就行了。我们把成功之后的操纵杆放到旁边，然后倒转锁定一下。读取自动存档。可以看到此时的操纵杆被卡在空中，那说明整个过程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利用武器再余撂纠缠一个操纵杆，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先关掉米涅鲁了。这里的不同之处是我们需要在林克的脚下放置一个浮游石，不然等一下操纵杆会掉到地底下。我们拿出一个操纵杆放在剔除区，我们调出余撂引线，我们查看跳过一个回忆，我们右手疯狂按 Y， 左手按减号退出，这是为了在退出界面的第一时间按 Y 余撂。退出后呢，我们推动摇杆向前，并把技能调到地图上。进入地图后呢，我们再查看跳过一个回忆，然后进入背包，我们切换装备一下武器，退出，操纵杆被拉过来了，成功。我们把这个被拉过来的操纵杆粘到浮游石上，然后呢，我们启动浮游石，把它举高高。我们使用通天术上来，
我们按十字键右键丢弃当前的缠杆武器，并立即按 A 操纵顿穿一下操纵杆。此时呢，我们需要迅速按 B 防止遁入地底。我们捡取掉落的缠杆武器，并且呢把浮游石打下来。此时呢，我们需要取消粘合浮游石。我们先在旁边操纵一下操纵杆，解锁一下技能。然后呢，我们取消粘合操纵杆，然后我们在原地传送一遍。我们把刚刚顿穿的操纵杆放入剔除区。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把空中的这个处于倒转锁定状态的这个操纵杆运送到一开始我们标注的这个地方去。这里大家可以自己随便组装一个飞行器啊，老玩家呢也可以用我之前分享的这个运输飞行器。我们把这个操纵杆粘上去，接下来呢，我们就朝着目标前进吧。到附近之后呢，我们把操纵杆拆下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操纵杆给它倒过来扣在地上，不然呢你没办法手持。我们手持操纵杆前往坐标00000060。然后呢，我们按十字键右键丢弃当前的缠杆武器，林克会进入隐藏。林克进入隐藏之后，我们传送到一开始在地底同坐标放置的那个传送标记器上。接下来，林克会无限的溺毙，然后呢再无限下沉。此时呢，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等林克的坐标下沉到130到135之间的时候，我们再操作。OK， 可以看到林克此时坐标已经到131了，那我们直接读取地底的这个手动存档。
此时你将看到林克的位置变到了魔王身边，我们暂时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先等林克着陆。OK， 第8步 ，SLD 存读继承 MSG 大事件，这也是最后一步。林克着陆之后，我们需要先解除 Zago， 我们只需要丢弃装备，然后再丢弃就好了。我们捡取地上的盾，然后呢，我们不要装备任何的盾啊，这里非常重要，不要装备任何的盾，不要装备任何的盾。我们走出来。拾取卡在空中的操纵杆盾，这个也就是我们继承过来的缠杆盾。此时它会被自动装备上。我们来到魔王的左侧，我们投掷瞄准一下发光的手的位置，然后松手。我们进入背包，丢弃 MSG 大事件，并装备另外一个武器。然后我们切换到盾栏，丢弃缠杆盾，并装备另外一个盾，然后快速按加。此时界面上看不到白色的大事件，那基本上就是成功的。我们再丢弃当前装备中的武器，然后读取倒转乾坤的这个自动存档。OK， 继承成功。如果到这里你没有成功，那就需要从第6步开始重做，也就是从把缠杆盾带到魔王身边这一步开始重做。最后，如果是你想要附魔 MSG 大事件的话，请看我前段时间刚发的这个视频，它是目前最简单的、最快速的 MSG 大事件的附魔方法。OK， 以上就是 1.21 拿 MSG 大事件的全部内容。如果是你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拿到了，别忘了留言分享。后续如果是有更简单的方法呢，我也会在第一时间分享出来。第一次观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呢，也一定要关注一下，我将会持续分享更多关于塞尔达游戏的相关内容。那么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感谢大家观看。